Hello， 所有 PC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Caster 出任务系列第2集，我是主持人汤米啊。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开场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米儿出任务的第1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呢，今天 J-Team 他们搬的是全新的基地，因此汤米呢就拨空，然后带着所有 PC 的观众来赶快看一下新的战队基地长什么样子。这位老朋友呢也已经等候多时，事不宜迟，赶快进去吧。欢迎光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要卡，好久不见啊！哎呀，挺结实的啊！有没有感觉？我最近有在健身啊，有变壮一点。你有变壮，你有在运动是不是？有。好了，这个闲话家常呢，先摆一边，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可以，来这边请，这边请。哇，Nash，你知道我们自从上一次拍米儿出任务的时候，应该过了快1年有。这1年以来，你觉得像那个时候你有聊包含你的一些理想，你的进度条啊，现在大概走到哪边？我觉得应该是想法上的变化很多，就是去年讲的理想到今年其实算是滚动式修正，你知道吗？校正回归。对，修正之后其实我觉得变得比较脚踏实地一点。当然也会有一些你可能过度美好想法被消磨掉的东西，也有。就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化学效应很重要啊，经过去年1年之后。就更重要了，因为我更同意这件事情，这确实是影响很大的部分，然后也是我去年的一个小遗憾，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到的最好。有一些人在刚入行的时候，就是有点带有试验性质的在做这个工作。你回头看当时入行的你自己，你会觉得当时在乱做吗？会，真的会，就是尤其是在我的春季赛吧，我觉得我的程度是根本没有到就是职业队教练的层级，所以老实说啊，以我的程度。我真的觉得我在可能游戏理解的部分，我在春季赛跟得很辛苦，但到了夏季赛之后，这个还是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的强项可能就会在比较多其他的地方，可能或者是跟队员沟通啊，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啊，跟他们聊比赛上的东西、比赛外的东西之类的，对，所以就是慢慢去找自己适合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就是到底后勤。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期待，是有一天你可以站上那个 BP 席，站在后面拿个小本本，然后走来走去 BP？ 有啦，其实去年夏季赛我就差不多是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临场感还蛮有趣的，就是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会蛮紧张的，然后做了1季之后，你还是会有觉得就是你的脑袋转不够快啊，或是你的临场反应要更好。我觉得比较差的就是到博5的时候，博5的时候的那个就真的很刺激，因为 PCS 在每一场中间只有5分钟的调整时间，选边啊什么的，所以真的。那个反应要很快，然后你在比赛的当下，你就要开始去想下一场。那当然，我觉得不免说得聊一下现在队伍的情况，因为刚刚聊的比较偏向是你个人。那新一季的 J-Team 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调整，你们的画面是什么？让你们去把这些拼图拼起来？你们想要打造的队伍风格跟老的 J-Team 有什么不一样？就主要我们在赛季结束后的。回顾或者检讨，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结论，就是队伍的气氛也好，或者说化学效应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去年就大家都在搞气氛，大家都在吵架或什么，不是这样。但是蛮大的一个原因跟你有没有一个发声的人，就是像去年我们的选手其实也都是以我们赛学长都非常顶尖，非常优秀，但他个性上是比较不会去干涉到其他的选手，比较不会试着想要去影响其他的选手。那我觉得一个队伍里面，像我觉得今年我们新加入选手像空月，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角色做得蛮好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很愿意出来跟你说你做哪里不好，但是你很知道他不会往心里摆的时候，其实队员们都会比较站出来，然后比较愿意互相交换想法，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开始。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J-Team 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老选手了吧？因为你这样看起来的话，小 V 老啊。他不老，没有，我的意思是指说，就是明显的是学长级的选手，就现在的 J-Team 看起来是明显年轻，就 New Blood。那在目前的团队的情况来说的话，是往好的方向走，因为其实年轻的选手有时候会可能比较菜。所以其实我们在编制上，我们一开始在规划今年阵容的时候，也有想过，就是要不要干脆那个全新，直接那个脑袋全部都砍掉，然后全部找新人。但是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有一些比较经验的选手去带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因为在我们可能团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年轻的选手像车长啊、恩硕，他们还是会相较之下比较畏惧一点。但是就是你有好的化学气氛的时候，年轻选手，比如说我愿意被骂，但是我知道你不是针对我人身攻击的骂，你是希望我成长的骂，那他们的进度幅度其实也会快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真的可能是蜜月期啦，但是我们目前整体的团队气氛真的蛮好的。那新 J Team 就是在这一届 J Team， 我们的观赛重点可以放在哪边？是上路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继续开通吗？还是说小 V 可以跟新的辅助搭配完打穿下来双人行？就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我觉得今年我们会敢打非常多，就是特别是我们的中野加入之后，就是这2个选手很能够带动其他队伍的企图心跟就是敢打的那个冲动，所以中野可能会是我们的发动机。对，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上，然后我们会打好看的比赛给大家看。因为你自己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大型比赛、国际赛，我们还是有看到你回到了主播台的身影，剪了一个很丑的头发。应该是说，大家 focus 并不是你的发型，但大家很明显的觉得你整个逻辑，包含了你对比赛的理解是变得很有条理化，进步非常非常多。那你会觉得在这段时间的改变，就是会让你就想说，算了，我就继续做好教练，还是说还是有机会回到主播台？我是蛮喜欢去年播世界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很喜欢播比赛，是因为我很会播比赛。我自己有个习惯，就是播完比赛之后，我就会去看回放嘛，然后看我讲哪个笑话，然后聊天室的反应自己好厉害，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得到透过这个成就感，然后让你享受这个工作。做教练有趣的事情，反而是因为我做不好它，我不擅长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学，每天都在进步。我在现阶段还是会希望尽可能的把我的时间都放在我的教练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真的很有趣，真的会觉得每天都是很有挑战性的。OK， 好了，那也是期待你在后续包含战队上的表现。希望今年世界赛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我，但不是在主播台上看。哎呀，对，然后我们期待。接着我们访问到的是在本季加入 J Team 的新成员，但是他们其实是老搭档了。欢迎 Uniboy 跟空月2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Uniboy。大家好，我是空月。其实不用那么拘谨，其实认识很久了，而且2位也从当时的新人变得现在也算是比较老牌的选手。首先问一下 Uniboy， 因为就是你加入到 J Team， 中间是他牵的线吗？是你牵的线吗？算是吧。他是一半占一半。我就直接问他，我大概2个礼拜每天都敲他。说客哦，还是怎么样？然后每天都密他说，今天我想你了。然后我回来还帮他点那个外卖，我还帮他叫到防疫旅馆。我说没关系，钱不急，急后再给我。你要拉入队，然后你还要钱，不是？就以这个比赛内容方面的话，就是你当时会找到回 Uniboy 的原因是什么？你跟他比较熟悉吗？还是说其实在比赛表现上面，你还是希望就是可能跟他一起合作会好一些？就是因为一起合作是最好的，我不用跟他再磨合啊，就基本上我只要出来要怎么逼位置哪个点，我只要一出来他就知道。比较头，回得很勉强。是的，真的是。我们2个都会互口。就是他可能有时候比赛输了，或者我比赛输，我就说这边是我是 Uniboy， 我感觉你就站在那里。有点像情侣耶。没有，没有到情侣。你们现在睡同一间吗？同一间，我直接把车长赶走，我说，Uniboy 要跟我睡，你可以去隔壁间睡吗？你是对爸对不对？没有，我还帮车长搬，我还刚说我可以帮你搬，没关系。你是那种我帮你搬，请你搬走，你是这样吗？我帮你搬，不是，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在隔壁间他跟恩硕睡，他跟恩硕感情也比较好啊。都好，只是你看起来很对吧？有特别好的这样，有特别好。那这样子问好，就2位加入到了 J Team 之后，因为毕竟 J Team 也算是一个老战队了。你认为就是你们2个算加入 J Team 之后，可以改变一些什么样的风格？就我们2个比较吵，然后可能我们会直接队友操作废，我们可能会直接笑他的那一种，所以就想说可以带动一下队友气氛。然后 Mitch 说，就是你们在里面2个是应该算最吵的。我来的时候第一段时间吧，就可能1个礼拜，就大家都很安静，然后就是我跟匡月就是会跟大家聊天，就是可能打一场团练就大概会互准，然后就像恩硕猫咪玩的跟屎一样，我觉得猫咪怎么都不来我身上哦，所以你们是算是这个团队的润滑剂，对，润滑剂。那因为空月是一直都待在 PCS 的关系，那你这次来到 J Team 之后 ，J Team 的整个训练体系，你认为你可以是很好的融入的吗？因为以前 J Team 的风格其实就是很像是那种稳扎稳打型的，比较保守一点。但你的风格又是很激进的，对啊，你有办法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吧，因为教练他们就会蛮听我们意见，他还是会跟我讲他的想法，就他不会硬要我去做这些，但是他会尽量改。所以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要打这边，你就一定要放兵过来支援我那种。对，他是没有。如果我觉得这个家会赢，我就会一定要打。所以以前的中都不会来。就是他们可能会说会，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像我要再吃1、2只这样，他就说我要再。不会来啊，对啊，就是会慢到，就是慢到，慢到就输了。会直接过去。我是连兵都不碰，我就直接过去。所以你现在队上就是主抠的角色了，就是一样我去想进攻的方向吧。
然后有人有意见会提出来，然后我再去就是跟辅助沟通这样。应该说通常不是都会说刷也不限嘛，说中路有没有机会，这样子问。我就看到中路有钱了，对，钱，有钱。那我可以懂了，就是以前空月在比赛上面很常是自己冲出去，后面跟不上，那是因为你看到钱想领，但是队友还没看到钱。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新人，所以他们可能抓不到那个机会。那这边我们就开始问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平常你刚才提到两个是住一起，你们之间彼此都怎么称呼对方的？就是 U 还是 空这样？我们每一年都叫不同今年是叫 U 宝，去年是叫昌居，最早就Uniboy。昌居是本名，胖子，或是小人。那你们想叫什么就叫，因为你们现在看起来很像是朋友兼队友，你们私下是有私交的嘛？很多人是队友，但是平常没有私交。我们是看假，如果是放1个礼拜那种，我们就不太会见面。但是如果我们是1天的话，我们就会说，放1天不回家，那不如就出去玩这样。吃火锅、看电影没了。还有就按摩。对，按摩。健康按摩，健康的。我没有说什么啊，你知道空月在台湾的很多 PTT 这种论坛上面他被叫钱柜小精灵，你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所以你真的有因为可能是等下包厢定在9点，然后你的比赛7点，然后打得快一点，然后赶快去。有一次生日的时候，然后那一场我还翻盘，我还很开心。最后当然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加入之后 ，J Team 会有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面貌吗？或者是你们希望新的 J Team 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新的面貌就是应该不用再发道歉文。我认为整个战绩会应该会有蛮有效的提升。对啊，应该不会再是什么意思。OK， 那空月你呢？我呢，可能今年就是尽量让他们变一个由中野就是开始打节奏的队伍，希望就是能带他们一起打架。因为我们是比较爱打架的中野，但他们以前的中野可能就是打野 cover 中路压线，每一路都压线这样。所以等于是你们希望的后面看到的新的 J Team 是一个很积极打架、进攻欲望很强烈的队伍。对啊，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有架就该打。OK， 听起来是蛮有方向的，当然也期待你们2位后续的表现。那等一下，好不好？我们在训练世界，因为我也很好奇你们现在的整个氛围长什么样子。好 ，OK， 待会见。好的，访问完2位选手之后呢，小弟弟我特别拜托了队弟弟安安带我们看一下新的 J Team 的训练基地，可以吗？可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这边就是我们放一些我们的奖杯啊，还有老板的专辑跟老板收藏的一些公仔的地方。对，还有明星赛的那个红蓝对抗的那个。对啊，还有一些是粉丝就是自己制作送给老板的公仔。对。OK。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赛的历史都在上面。对，然后我们这里是选手用餐区，因为怕训练室会有味道，所以会让选手在里面用餐。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影音部门啊，营运部门都会在这边做处理一些办公区。对。这边就是那个训练的地方。对，这里就是练习室。那这边是1队，那这边是2队。那目前2队的选手可能会晚一点之后才会来，就是我们还在甄选人才。再来到我们的1队练习室，这边就是我们几位可爱的选手了。为什么选手是可以，就是平常都是看比赛，对不对？学习一下，对，学习一下上一个的。而且你们来。哦，这种话在做样子，对不对？做功课，对。你们是怎么是上中野，不是上野，就是照那个。对，因为我们空月常常是我们比赛的口头，所以尽量让他做中间了。哦。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才会再做回去。我觉得之后我们要做一集企划，就是看选手的历史记录，就是他们的那个网页历史记录。可以啊。干嘛？现在删了？没有，我看一下。你们每个人都在装认真力哥，好久不见了，力哥。你们选手看起来氛围很活跃。对，还行，就是变活泼很多。对，空月来了之后，的确是变很活泼。对。然后2位教练就坐在。对，我们教练就是就是后勤是做4个角，把选手包围着。那这排是什么？就是这排是我们候补区。就是这位就是我们的那个中路候补选手，那还有一位是 AD 候补选手，对。所以2队如果表现好就可以直接拉过来。对，表现好直接提拔，就是提拔过来这边。对。打跟之前比较起来打非常多。对啊。那我最后有个问题，就是这边有个秘密的房间是什么？因为他刚刚这边是你直接下意识的忽略他嘞。哦，没有，那边是杰伦的办公室。那对，不太好拍摄到。OK。好，那当然先谢谢安安简单的带我们看了一下整个新的训练基地。同时我相信很多观众应该对你有点疑问，你有一点点时间，然后我简单的聊一下。可以。OK。
都。OK， 那当然，因为毕竟是以后勤的访问为我今天的目标之一嘛。在我身边的呢是 J-Team 的队经理安安，欢迎你。你的外形很难被埋没如果在电竞圈里面的话，就是很难不被看到。可能之前选择错误啦，最后选择幕后。因为很多观众可能对于队经理比较没有什么印象，但其实你一开始不是队经理职，对不对？对，我之前是有当过教练，有带过 ECS 队伍，然后也有在 LMS 当过助教。你转到队经理的话，那等于是变相你还多了保姆的工作。哦，是啊，所以目前来说，我就是只专心于选手的生活起居，然后还有他们的心态这样子。对，那安安，你可以跟我们大概简单讲一下，担任 J-Team 的队经理，你平常都负责哪一些职务吗？队经理其实基本上就是管理选手，然后处理队伍，就这2件事情。那看比赛的话，其实是每个后勤就是都要做的啦。对，那管理选手的话，基本上我们队伍是比较看队伍成绩。就是假设今天成绩很好的话，那选手迟到，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绩不好，迟到一次就是2%。对啊，你们2%薪水吗？对，2%。你们就住在隔壁，然后选手还会迟到。还真别说，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哦，我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很多人是那种住学校旁边就不去上课，对，就是近，所以他就不一定会准时上班。对，除了管理选手这个以外啊，处理队伍就是跟赛事方沟通联系嘛，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或者是拟定合约啊，或者是拟定我们战队明年的阵容，这样。谈签选手这件事情，你也占了大部分的这工作内容。是。就是我会去跟选手沟通一下，或者是跟他们家长见个面这样子。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很多观众可能对于就谈选手这件事情比较陌生，就能不能简单讲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今天你看上了一位选手，把这个选手签进到战队里面的流程大概会长什么样子？那应该会先跟他视讯一下，然后确定实力是 OK 的，然后跟我们沟通也是融洽的。对。那我们才会开始进到聊合约这一部分，对，然后再看有什么条件，对。那会就像你刚刚讲的，会先面谈过嘛？对。那你会先把他拉进团队内训练吗？还是说是等到合约敲定了之后才正式进入到训练体系？其实不太一定，因为有一些选手他可能在海外，所以一定都是会先做线上的。假设线上能够确定，那是最好的。那如果线上都还没办法确定，那还要就是他来到我们基地之后，跟我们所有成员相处过后才知道，那就比较麻烦一点。OK， 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不过也简单聊一下，我们比较轻松的聊嘛。有没有选手会跟你去分享一些什么可能个人的状态啊，或比赛输掉了很难过，或他们都这些事情会跟你吐苦水的？其实比较少选手会吐苦水，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很难过，那我得自己去察觉，然后去关心他们一下子。那个是肯定要做的，那个是不用讲，那个是肯定要做的。看一下他们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是队员之间有什么心结？对。因为选手基本上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老实说，我还就是买书来看团队心理学。对，以游戏理解或者是生活方面，那其实对我来说都还 OK， 但是选手心态这部分是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很多战队其实也都有养2队嘛，J-Team 其实也养了2队，养的算好一阵子。对。就你们其实也是有想要把这个训练体系做出来的。对，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训练室，好像就你们还是有一些空间是给2队的选手的。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养2队。那我们这一季也有一位2队的中路选手被我们提拔上来当1队的中路候补，这样子。好了，那安安今天也是感谢你哦，因为安安的帮忙，所以让我们呢这个出任务系列哦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访问，包含了后勤，然后我们今天也聊了选手，然后甚至让我们参观了一下你们位在内湖的新的战队基地。最后，如果以一个队经理的身份来跟观众对话的话，你会希望观众下一季怎么去期待你们的表现？我希望观众可以对我们有信心一点。其实我们这一季的阵容是我们非常用心去组建而成的。对，尤其 Uniboy 跟空月这2位选手，他们待在同一支队伍4次，所以他们其实中野的默契很不错。那我们现在整个 J-Team 的气氛也蛮热络，因为空月活泼的个性啊，对，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我们 J-Team 的气氛这样。
有你这样子讲，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可能就不会再对 JT 抱有所谓的 false hope， 有可能就是今年好像可以支持看看 JT 的，不然大家好像都把 JT 当成是一个守门员的角色。对，我们也期待 JT 后续的一个赛事表现，也特别感谢 JT 以及安安的帮忙啊。那这个我们今天的出人物系列呢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比赛再见喽。我还有，你看我的包，我还要剪，你看你看，好恶心，好恶哦！你看这个操作，你先不要评论，你先看，你就纯看操作。还先捡起来，看到没？你是看好的还是赛道的？我看了，看起来像赛道的。他R 这边，然后我就知道这个白烂一定想 R 会跑下来，因为没病了，你看。表现。我怎么把右边？这是什么？这个蛮秀的啊，这个蛮秀的。他要让 P 要给你了。